美国人对秋天这个季节真是着了迷似的。8月份还没结束的时候呢，就开始迫不及待的把和秋天有关的元素全部穿在身上。点开几个视频的画面几乎一模一样，先是来一杯南瓜拿铁，或者是肉桂拿铁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要用一个具有秋天代表性的杯子来喝。再点个香薰，然后闲着没事做的时候再烤个肉桂卷。烤箱打开的那一刻还要给一个特写，接着就是随手画几笔的水彩，填个涂色书，再翻开一本带有秋天封面的书，背景怎么能少得了 Gilmore Girls 这部剧永远在循环播放。最后再给你展示一下他们的购物成果，任何的一条视频里是绝对不会少了这些画面。每个人的秋天开局呢都是相同的。今天我就想分析一下为什么美国人对于秋天能痴迷到这种程度，以及这一切最后又是怎么变成了商家和平台最赚你钱的套路。秋天在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季节，对很多人来说，秋天意味着收获、节日、团聚，还有代表新的开始。从最早的农业社会开始，秋天就是收成的季节，许多农作物都在这个时候成熟，人们要准备过冬的粮食，大家聚在一起庆祝收获，也象征家庭团聚。再到后来呢，美国学校开学季也定在秋天，都是在8月底9月份。每个学生呢要准备买新文具，家长则要重新调整生活节奏，所以秋天就相当于一个重置按钮，让一切重新开始。那么再加上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，从而让秋天更容易被浪漫化。你想象着每棵树从绿色到红色、橙色再到金黄，枫叶落在街道上，当你走路的时候呢，听着树叶的声音，那个感觉很美好。因此在秋天的时候去看枫叶也成为了很多人会去做的事情，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，专门去到一个小镇坐观光火车俯瞰整个山谷变色的美景。在美国东部24个州的秋季赏枫旅游业每年为当地经济贡献超过300亿美元，每年秋季就有数百万美国人专程到各个不同的国家公园赏秋。我作为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，小学才过来美国生活的人，我到现在还不能理解，仅仅就是一个季节居然能让人如此重视起来，变成了每年一个特别重大的节日文化。更重要的是，因为这个季节的重要性，因此也延伸了许多不必要的消费。但这个话题呢，我会在接下来慢慢的讲。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，就是将秋天的味道做成饮料，比如星巴克的南瓜拿铁，从20年前就推出以后，就变成了秋天的特色。只要这款饮料每年重返回来，就算天气还在30度，大家也会纷纷的说，哎呀，秋天要来了，秋天要来了。毫无疑问呢，各大超市和咖啡品牌也随之推出南瓜口味、焦糖味、肉桂、苹果味等各种食品、蜡烛和香氛。这种味觉和嗅觉都让秋天变得更加具象化，好像闻到这些味道，马上让你状态进入秋天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美国人对于秋天的热情，不光是天气凉爽舒服，而是它承载了太多情感。当这种情感被广泛放大后，商家会借此推广秋季主题活动和商品，将秋天打造成每年必不可少的流量赛道。正因为秋天在美国文化里有那么多的情感铺垫，所以社交平台上有很多人喜欢提早过节。每年到8月底呢，天气还热得不行啊，网上到处都已经是什么秋季布置啊、秋季必买清单、秋季氛围 vlog。问题是为什么大家都要抢跑？很简单，只要谁先把秋天的标签抢到，谁就能在流量上领先一步。平台算法呢也喜欢这种季节性的话题，因为这些话题每年都会卷土重来，观众看到标签呢都会点进去，所以点播率高，推荐率也高。那对于创作者来说，早点开始拍摄关于秋季内容，就等于给自己多加了1个月的曝光时间。这种提前拍摄出来的内容会给很多人制造心理压力。你刷到别人家已经挂上了枫叶灯串，沙发换上了橘色抱枕，餐桌摆着南瓜蜡烛，你就会觉得是不是我也得开始着手装扮了。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早秋的装饰视频，往往在8月底甚至是8月中都已经开始了。
有人呢就把暖色调的抱枕拿出来，铺上橙色的毯子，再摆出木质托盘和南瓜摆设，点几根蜡烛布置灯光。一旦真正进入9月后，这些秋季主题的视频就像尘土一样铺卷而来。这些内容完全是在提前通知你，这些东西要上架啦，你的钱包准备好了没有啊？他们也总爱在镜头前强调一句：不要等真正秋天来了才去买，等到那个时候买就晚了，买下它必须得趁早。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你现在必须马上买，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焦虑型购物，不靠产品来打动你，而是制造你只要错过它就完蛋了。这种紧迫感会让你在压力下去完成一单购物消费。很多季节性装饰品的时间很短，8、9月份呢提前上新，10月是购买高峰，11月换成感恩节的元素，到了12月就被圣诞装饰替换掉。人本能呢都在追求新奇，尤其是在社交平台上，通过别人一幅精心布置的氛围图，就成了大家之间攀比的标杆。很多人更是把季节的装饰变成了一种流水线的消费。去年的款式看腻了，今年该换新的抱枕，得买个新的马克杯，家门口得放个新的装饰灯。据统计，仅2024年，美国人在万圣节装饰品上的花费就接近40亿美元，这个数字年年都在增加。可以说，这个因为秋天所带来的商业价值被无限放大。根据美国零售联合会最新公布的数据，美国今年人均节日支出预为890美元，是23年来的第2高纪录，仅比去年的901美元少了1.3%。快时尚的家居装饰用的材料都是廉价塑料，这些混合材料都很难回收，于是年年买新的成为一种常态。这种消费看起来每件东西价格不高，但是积少成多，时间久了就是很多一次性装饰品被你闲置、被你淘汰，甚至是被丢弃。根据美国环保局统计出来，在感恩节到新年期间，美国家庭垃圾量比平常上涨约25%，很大一部分垃圾增长来自装饰品、礼物包装，还有各种装饰材料，买来就用几周甚至是几天的物品。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这类家居用品被丢弃的总量增长了400%以上。也就是说，不只是装饰品，你家的抱枕啊、装饰灯啊、桌布啊，那些带有秋天氛围感的小摆件，都被设计成了只能在短期用完之后就要被丢弃的消费模式里。美国人对于秋天的痴迷呢，已经不只是单纯喜欢一个季节。本来秋季代表是每年的收获，有团聚，有新的开始。但是放到现在的社交媒体上和商业环境里，这样的情绪会被放大的有点夸张。因为平台需要流量，博主需要人设，品牌更需要销量，到最后就变成了一场消费主义。摆件年年都要买新的，去年用过的东西就被嫌弃老旧和过时。我们常常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行为，夏天期盼着秋天，秋天盼着新年到来，冬天盼着秋天快来，能让天气暖和一些。我们都在被迫提前消费，提前进入新的氛围里。等秋天真的到了，你也早就已经审美疲劳，商店甚至都直接摆出了圣诞装饰。现在我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，是9月底10月份。我上次去一个商店看，里面已经摆出了圣诞节装饰。现在距离圣诞节还有2个月的时间，所以呢，就是这种提前消费，让你的钱包真的是承受不了一点。真正的秋天呢，是一次和朋友家人聚在一起吃饭，一次在公园里走路时落叶的声音，一杯热饮配着凉爽的风，这些呢都比堆满在客厅里的装饰更有代表性。我们要做的呢，只是放慢一点脚步去感受自然，而不是一味去迎合消费和流量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认可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